全世界最好 AI 的眼鏡。其實我也很欽佩我們董事長我們用硬體，用一顆獨特的晶片全世界幾乎就是只有我们。所以你有手，你有眼睛，你有脚，你有腦袋，你才可以真正做到现场的远端管理。它是台股股王信驊科技最引以為傲的2次創業結晶。今年，這項在信驊內部發展了10年的視覺技術正式獨立成軍，要替信驊打造第2條成長曲線。這個從股王內部孵化出的新靈魂庫伯勒，又將如何重新定義 AI 視覺的未來？那我想先請總經理幫我們回顧一下，當初在信驊內部為什麼會開發這樣的產品？因為聽起來影像晶片跟這個伺服器管理晶片並不是這麼直接相關的業務或產品。其實我想，我們董事長他其實是繪圖晶片的專家。所以他在這一塊呢，其實有非常多的能力跟經驗。那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說，他也喜歡做沒有人做的事情，挑戰高難度。他的專業加上他對這個市場的敏感度，所以呢就往這個技術去耕耘。因為從頭開始算到現在，大概有耕耘將近10年的時間嘛。以當時來看，這個360的影像以及這個拼接的技術，在當時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很創新的一個應用或是技術嗎？其實，在影像拼接這件事情上面有蠻多學術的研究，但是呢，在落地跟使用上面，它有很大的困難度。第一個，你會碰到算力的成本比較高，它會產生很多的熱能，可能那個機器很龐大，你就有很多的限制。那現在放眼市場上，也只有庫伯勒真的成功讓它真的商用落地了嗎？可以這麼說。第一個，你要有沒有扭曲的全景視覺。那第2個，你要可以長時間使用。那第3個，你當然要即時的影像。那你要同時3個就只有庫伯勒，就只有你們家做伺服器管理晶片跟做影像晶片，這中間有任何的核心的這個技術是相似的嗎？還是其實真的差很遠？我都會跟大家這樣說明因為其實信驊跟庫伯勒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怎麼說？他們都是做遠端管理。那信驊我們知道做伺服器的遠端管理，對不對？庫伯勒也是一樣做遠端管理，影像的遠端管理。他做現場現場的實境遠端管理。好，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什麼現場，有什麼地方是需要被管理的？工廠的死角。工廠不只是死角，工厂呢，它可能有很多地方是危險的地方。大到工厂，小到像停車場，停車場可能也需要被人家管理。要做遠端管理的地方，可能都布滿了監視器。好，可是監視器可以拿來做現場遠端管理嗎？其實你很少看到有一個人盯着這麼多格子的監視器螢幕，這麼多監視器拿來做什麼？拿來做錄影。好，那出事了我才看個回放這樣子。對，所以我們講的比較直白一點，可能就是做驗屍。即時的現場遠端管理，其實你就必須要有幾件事情要同時到位。人的視覺是其中一個。那我們整個庫伯勒技術其實不只是這樣，我們呢其實還有其他的各個方面呢要同時到位，才能夠做好這個現场的遠端管理。那因為像影像晶片市場其實也是強敵環伺，有各種五花八門的解決方案。我相信10年前就是這個樣子，現在更是這個樣子。然後有各種不同的應用的場域。那你們是怎麼找到自己獨特的一個差異化的路徑？我們從一開始並沒有把自己定位在我們是做影像晶片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影像拼接這件事情，大部分的技術都是用軟體去做，就是透過一些比較大的算力。那我們其實很不一樣的是，我們用硬體，用一顆獨特的晶片，用這顆晶片來做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呢，用這樣晶片去做的話，它的拼接的效率、速度就會是無敵的。它就會跟軟體比較起來呢，有非常大的優勢。但是你們剛開始推出來的時候，會碰到就是業務開發上的一個困境嘛？因為當然產品本身很厲害，可是要應用在哪個場域、哪個領域是最有機會的？我想這應該也會是一開始任何公司要推出新產品的一個難題。我要打哪一個市場？的確，在這顆晶片的業務開發上面，先有了這個技術，才去找出市場。其實 BMC 我們是看到這個市場，然後把這個技術做出來。好，那所以庫伯勒這邊
這顆晶片其實相反，我們先把技術做出來了，对，先把產品再去找市做出來。场。对，那這個難度一定比你有市場技術做出來要高非常多。據我的了解啊，就是說從像消費性這邊的市場去做一些了解、去探索，也找了一些各種各樣的這種應用。後來呢，就是有看到一個像視訊、全景視訊會議這樣的一個市場。看起來是有客戶這邊苗頭的這樣子，對對對，當然就是它還是處於在一個可能比較偏消費性的市場，所以過去的確在業務開發這一段，就是有摸索了一段時間，沒錯，就是從 To C 端開始去摸索。那現在呢？現在你們主要的最有潛力的應用市場是在哪裡？第一個就是我們從 IC 我們已經跨足到系統，我們不是只有販售 IC， 當然在整個量產的技術上面，還有包括在軟體的整合上面，其實都是我們開發出來的。好，所以其實要克服這麼多的瓶頸跟難題，其實很難有一家公司願意這樣做。你要開發 IC， 又把系統做出來，再把軟體、硬體整合進去，甚至於把量產的設備一併考慮進去。你就是從上游做到下游的概念了。对对对，其實我也很欽佩我們董事長啊。其實一般的公司是不太願意去這麼大膽的嘗試。大部分人大家就會覺得說 ，OK， 我做 IC 我就專注在 IC。我想我們董事長在外面也有提過，就是說 IC 設計公司將來可能也要開始去思考怎麼樣跨進到系統這一段。我想庫伯樂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好奇為什麼非得這樣一層一層一層的往下游做？是因為這樣做才會有市場機會嗎？不這樣做的話會找不到客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說你是販售 IC，然後這顆 IC 要到終端使用者讓他去用，這個過程還要經過非常非常多的手續。第一個你要教育在下游的代工廠，对，然後你要一層一層一層的教育下去。那所以這個教育的時間跟成本是很高的。那為了要縮短這些事情，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做成像這個成品一樣，所以整個業務的開發的時程能夠變現的時間就會變快。好，那回過頭來，就到底現在你們後來最後找到的很有潛力的應用市場是什麼呢？這個可能就是跟我過去在Intel 這個經歷有一點點關係，也就是我參觀了很多很多的工廠，但每次參觀都覺得很麻煩，很麻煩，那很繁瑣。當時我看到這個產品之後呢，我看到這個技術之後，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應用在這些我剛剛描述的這個場域的技術，等於是你取代了這個實體的移動，你把距離呢消除掉了，我們在遠端去虛擬的進到這個現場，我們也有非常多的這個無人載具相關的應用，比如說機器狗，比如說機器人，或者是 AGV、AMR 在工廠裡面移動的這些移動式載具，包括像無人機等等。所以它就不會只是定在一個角落，而是它是跟着機器人這樣子隨時去移動，然後我們可以遠端管理這個機器人看到了、經歷了什麼東西。我們已經跟非常多機器狗做一些合作，所以呢，他們的視覺呢幾乎都是用我們的全景視覺。那像我們有一個合作夥伴呢，他這樣的一個裝置是拿來救災的。很多偵察的無人機，它就是眼睛，他為了要看清楚他要去的目標，或者是他要做一些偵察，那用我們這個沉浸式的全景，其實非常的直覺。我想在這方面的應用上面，不管是軍用、民用，其實就越來越多。對。那我們請總經理幫我們介紹一下拓拉360到底整套方案最厲害的地方、最獨特的差異化優勢是什麼？首先呢，這款相機裡面有我們獨立開發的非常厲害的晶片。這個眼睛我們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好的 AI 的眼睛。怎麼說？360的眼睛到底是多厲害？這個晶片厲害的地方就是把這4個鏡頭，4個鏡片看到這個影像做即時拼接，就把它拼接成一個環景的畫面。對，而且是你感覺不出來這個有拼接的痕跡。那過去呢，其實大部分的做法都是透過軟體去做。那軟體去做就有一些算力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長時間去用，即時性的問題。對，那透過我們的獨特的晶片 IC 去做這件事情。你們是硬體去直接做這件事，做即時拼貼這件事情。沒錯。那現在也是全世界幾乎就是只有我們這樣做。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去把這個影像拼好。
而且它不需要耗掉這麼大的算力，而且你注意到你根本看不出來任何拼接的痕跡，就是你看不到接縫處。对，不管是遠的、近的，它都可以幫你貼得非常好。因為你說你們的強項是現場遠端管理這件事情嘛，所以代表說它不是只有讓你看而已，還能做到管理。那管理的話，就是這個關鍵就是在於你們平台能做到的事情。我們甚至於可以把 YouTube 的影片也把它鑲入到這個平台的视觉上面。OK， 所以你甚至可以做一些播放跟點擊。可是什麼樣的場景會需要我在邊看這個現場畫面的時候，我還要再看一個影片？有一些機台你外觀看不出來裡面在做什麼，我們還可以把裡面的攝影機鑲在這個機台的外面，你甚至於在外面你就可以看到機台裡面在做什麼。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你原來在現场看不到的事情。OK， 其實你在遠端你反而看得到。那因為影像視觉大家都以為就是好，它就是一个只有看、只有眼睛的功能，但是管理是還需要有手跟腳的角色嘛。就是說在腳的部分呢，就是在空間的移動。那空間的移動呢，就是如果你有多支我們這樣子一個設備的話，你可以從 A 這個點，那移動到 B 那個點，等於是你實體移動的從 A 到 B 一樣的概念。好，所以像這樣子，如果從這個地方移動到這個地方，整個視覺就整個就切換。我們也可以做一個事先的 program。好，所以你也不用手動在那邊切來切去，它可以自動的把巡檢路徑設定好。這個就是腳的部分。那當然，如果你搭配一些行動式的載具，譬如說機器人或者是機器狗，它就跟着，你就可以跟着這些。它的畫面又更靈活了。對，就它移動到哪，我就可以切，我的視覺就可以看到哪裡。沒錯。手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呢，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燈箱。那這個燈箱呢，其實我們打開，它有 on 跟 off。好。那現在這個燈呢是亮着，好，所以我可以透過遠端的控制就把它關掉了。所以這就是手的部分，你可以操控現場的設備。我們也做了一個簡單的視覺 AI，這邊有一個人數的 people counting， 好，那或者是進出人數的這個數字的管制，好，所以你有腦袋，好，那當然 AI 有各種各樣 AI，你可以看應用上面去做堆疊，好，所以你有手，你有眼睛，你有腳，你有腦袋。所以我也可以接各種感測器，沒錯，在比如說濕度、溫度，沒錯。所以你有這麼多的資訊，你才可以真正做到現場的遠端管理。所以這個跟監視器其實完全不一樣的產品。像這樣子一個眼睛呢，其實我們已經應用在非常多的移動式載具上面，包括像機器人，還有機器狗。還有像 AGV、AMR， 甚至於在這個無人機上面，都有像這樣子的一個眼睛，透過這樣子的眼睛可以看到整個全景。就是他們在移動的時候，我在畫面上就可以看到，沒錯，它的移動路徑的周遭的360度的環境，就像你附身在這些裝置上面。OK， 好，那我們讓它動動看吧。這是一個畫面上看起來是一個送餐機器人，好，結合你們的眼睛，好哦，好，它開始巡檢了，好，拜拜。所以它在移動的過程，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呢，然後透過它的視角，然後把它的視角就是傳給你。而且就是不管動到哪都是360度，都是即時拼貼，而且都超級的順暢，對，完全看不到接縫處。有想要攻占的下一個場景嗎？又回到這個問題，對，有什麼樣現場是需要被管理的？極端嚴苛的環境，停車場剛有舉例嘛？那坐月子中心是不是一個？是不是需要被管理？那學校是不是也需要被管理？這樣一想，它的範圍就很大，非常大，非常多。那你覺得這個產品或者這個平台發展10年，你覺得最關鍵的轉折會是在什麼時候？最關鍵的轉折就出現在我們決定不賣 IC 那一刻開始。因為其實這個決定還有這個轉變，對信華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你們是 IC 設計起家，沒錯，沒錯。所以你想想看，做了一個10幾年的 IC 設計公司，它只賣晶片。對。那今天呢？這個產品線我們不賣晶片。這個很大的一個轉折，沒錯，也讓你們業務開始有推進的機會，這樣子。我想對於終端的使用者，他會更了解，更能夠使用到這個技術的優勢，價值在哪裡？對，跟價值。我覺得董事長給我挑戰很大，因為我們要跟 BMC，就是跟信華原來的伺服器遠端管理晶片這樣子的一個市場跟成長去做一些比較嘛。我那時候算不出這個答案，因為如果只賣 IC 的話，
其實我算不出來，所以這個策略必須要做一個很大膽的調整。那下了這個決定之後，對你來說帶來最明顯的推進會是什麼？過去可能不需要那麼了解，那也不需要了解說終端客人用了我們的技術，帶給他的價值是什麼。這一段其實，在賣 IC 這一端，你可能距離有點遙遠。對，因為中間好多層啊。但是我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對這樣子一個系統帶給終端使用者的價值在哪裡？就要非常非常的了解，真的要去傾聽使用者的聲音的概念。沒錯，沒錯，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不一樣。对。那對於團隊內部，不管是信驊內部或是庫伯樂，就是文化上，就是要做這件事情，跟你們過去的那種做事情的方式或文化，應該有蠻大的差異。有沒有什麼樣的衝擊或挑戰？譬如說，現在呢，買 IC 的客人，你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他是誰。好，所以你要建非常完整的客戶資料、客戶資訊，你甚至要簽一些合約等等。其實賣 IC 的公司，它不會是那種個體戶，它也不會是一個終端使用者，但是那制度的設計就完全不一樣。我懂。所以為什麼就是需要把這個公司獨立出来？因為我想跟原來信驊這個運作其實也非常不一樣。對啊，那我們最後談一下，就是今年決定獨立出來是為什麼，以及就是說這個獨立出來之後對你們來說有什麼樣子新的一個發展的空間？其實我們董事長願意做這樣的一個決定。如果不做這樣決定，其實在一套系統之下呢，運作當然也是可以運作，只是呢它並不會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生意模式去做一些優化，好，所以一定會花掉比較多的溝通的成本，不必要的額外的成本。我們分割獨立出來之後，其實我們的市場其實是非常的廣大的。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個技術，可以讓現場遠端管理普及化。所以我的期望就是說，因為我們可以讓這件事情成真，因為我們可以讓距離被重新定義。好，今天要幫大家整理3個新商業關鍵：一，從硬體思維轉向場景思維。信驊的強項是賣 BMC 晶片，但是庫伯樂不只賣影像晶片，更賣一套現場遠端管理方案。2，核心技術的衍生與再造。企業的第2條成長曲線往往來自於核心競爭力，透過內部創業或分拆，將成熟的技術跨界應用到新領域。3，打造軟硬整合的生態系。庫伯樂獨立後的首要任務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建立平台與生態系。從賣硬體到賣生態系，才是維持長效競爭力的關鍵。喜歡今天這集嗎？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直擊新商業，我們下次見啦，拜拜。他是台股股王第一句就 NG。他是台股股王信驊最引以為傲的2次創業捷軍。2是什麼？透過內部創業與分拆，將核心競爭力、核心技術的什麼？